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在澎湖的西岸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废弃旅馆，它静静地伫立在悬崖边，与咆哮的海浪相伴数十年。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它，因为它破败而平凡，但当地人都知道，这里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传说中，这所旅馆在几十年前的一场大火中被彻底摧毁。当晚，住客和工作人员诡异失踪，连尸体都不曾被找到。火灾后，它便被废弃，成了一座无人问津的禁地。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有人说，每到夜晚，这里会响起低沉的歌声，那歌声哀婉动人，又让人不寒而栗。传言中，它来自那些在火灾中失踪的人，或者说，是他们的亡魂。最近，一个都市女孩嘉玲和朋友一起前往澎湖探险，出于好奇，她走进了这座废弃旅馆，而这一探揭开了她童年深藏的一段记忆，也让她卷入了一场灵异与命运交织的谜局。今天，我将带你们走进嘉玲的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探险，而是一次对记忆与灵魂的双重追寻。最终，真相是否会让她如释重负，还是会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？让我们一起解开这所旅馆的秘密。在海岛的西岸，一片荒凉的峭壁边矗立着一座废弃的旅馆。旅馆的轮廓隐隐约约浮现在阴沉的天幕下，仿佛一具沉睡多年的巨兽。墙壁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，露出斑驳的混凝土骨架。窗户的玻璃碎裂不全，空洞的窗框像是睁大了眼睛，冷冷地注视着经过的每一个人。据说，这里曾是岛上最繁华的地方之一。在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这座旅馆是海岛旅游热潮的中心。新婚夫妻、家族游客，甚至名流都曾慕名而来，感受它的优雅与奢华。旅馆坐落在绝佳的观景点，楼顶的露台可以俯瞰整片大海。每当黄昏、晚霞洒满天际时，这里变成了最浪漫的地方。然而，这段辉煌的时光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。那是一个雨夜，雷电撕裂天空。据当地居民回忆，那晚的风暴几乎掀翻了整座岛屿，狂风裹挟着暴雨拍打在旅馆的玻璃上，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。深夜时分，旅馆突然起火，浓烟在风雨中四散。有人说火灾是因为厨房的煤气泄漏，也有人说是雷电引燃了某处的电线。火势迅速蔓延，整个旅馆很快被笼罩在一片火海中。更奇怪的是，火灾之后的清理工作中，旅馆内登记的几名住客和工作人员却无影无踪。他们的房间空无一人，行李依然整齐摆放，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。救援人员在废墟中翻找了数周，也没有找到任何遗体，只有烧焦的家具和墙壁上的焦痕诉说着当晚的惨烈。自此之后，这座旅馆被废弃，没人再敢接手它，而它的名字也渐渐被时间抹去。几十年来，这栋建筑静静地伫立在峭壁边，风吹雨打，海浪拍击，将它逐渐吞噬进自然的荒凉之中。附近的渔民偶尔会路过，但都下意识避开，甚至连视线都不敢多停留一秒。那是个有鬼的地方，他们说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有人宣称，在旅馆失火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每当午夜，有人在峭壁边听见隐隐约约的歌声，那歌声轻柔而幽怨，仿佛是在哼唱着什么古老的旋律。有胆子大的年轻人曾试图一探究竟，却在旅馆门口转身逃走。他们说，旅馆的窗户里似乎有影子晃动，像是有人在里面走动，或者在看着他们。它不是一座废弃的旅馆，一位年迈的渔民说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接待他的住客。嘉玲并不是特别喜欢探险，更别提是和鬼故事沾边的事情。但这次澎湖之行原本就是朋友们怂恿他来的。他工作忙碌，又不善拒绝，与其说是旅行，更像是随波逐流的妥协。白天，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，拍照发朋友圈，在海鲜排档大快朵颐。
晚上回到民宿时，一群人围坐在阳台上喝啤酒闲聊，话题渐渐从澎湖的美景转到了当地那些诡异的传闻。你们听说过那座废弃的旅馆吗？一个叫阿华的男生突然神秘兮兮地问道。他把啤酒罐往桌上一放，压低声音补充，就在这附近，开车10几分钟就能到的地方，别扯这些吓人的东西了。另一个女生弱弱笑着拍了阿华一巴掌，但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自在。真的，我骗你们干嘛？阿华坐直身子，一脸认真。那地方以前很有名，后来发生火灾之后就废弃了。据说当年不少人失踪，现在晚上还能听到他们的歌声。你们不信，查一查网上都有。大家被他的话勾起了兴趣，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嘉玲默不作声地听着，心底却浮起一阵莫名的不安。他并不是害怕那些传闻，而是从阿华提起旅馆开始，他的脑海里就隐隐约约浮现一些模糊的片段，像是某种久远的记忆在轻轻敲打了他的意识，但他一时无法抓住。反正这么无聊，要不今晚就去看看。阿华带着几分挑衅的笑意环顾四周，怕的就别去了，胆小鬼在这等着去啊，谁怕谁。男生们立即起哄，连几个女生也附和着，表面轻松，语气却带着掩饰不住的紧张。嘉玲张了张嘴，想要拒绝，却被众人的目光锁住。嘉玲，去吧。弱弱看着他，像是随口一问，但眼神里分明带着点挑衅的意味。好啊，去看看也没什么。嘉玲终于开口，语调尽量显得平静，她的指尖却轻轻攥紧了衣角。没人注意到她内心的挣扎，她也不想成为扫兴那的人。半小时后，一行人挤进2辆车，顺着蜿蜒的公路向传说中的废弃旅馆驶去。月光被云层遮住，山路越开越窄，车内的欢声笑语也逐渐变得稀稀拉拉，像是被外面的夜色吞没。终于，他们的车停在了一处空地上，旅馆的轮廓出现在不远处，模糊狰狞。风从悬崖边吹来，带着一股咸湿的海腥味和若有若无的凉意。海浪拍打在峭壁上，发出低沉的轰鸣，像是在为这个地方的沉寂做注脚。到了，阿华打破沉默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之前低了几分，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里会这么诡异。嘉玲下了车，抬头看着那栋旅馆，破败的外墙在微弱的天光下像是某种伤疤，裂开的窗框像是空洞的眼睛。他的心跳得很快，但他咬紧牙，努力维持着镇定。朋友们一个个拿出手电筒，光柱摇晃着，在旅馆的墙面上投下怪异的影子。走吧。阿华带头往前走，脚步虽然故作轻松，却比平时沉重许多。嘉玲跟在后面，他的目光被旅馆吸引住了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，仿佛某种力量在召唤着他靠近。而在夜风中，他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，很轻，像是从远方飘来的低吟。那声音像极了一首歌。手电筒的光柱刺破黑暗，摇摇晃晃地在废弃旅馆的大厅里扫过，墙壁上的油漆斑驳剥落，露出一片片焦黑的痕迹，像是一场火灾的伤疤未曾愈合。破碎的玻璃和烧毁的家具散落一地，每走一步，脚下都会传来令人牙酸的咯吱声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和霉烂的气味，仿佛这些残骸在潮湿的海风中腐烂了几十年，却又倔强地留存着。哇，这地方还真够瘆人的。弱弱压低声音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强装出来的轻松。怕了吧？阿华笑了一声，随手用手电筒指向一面墙，那里模模糊糊地印着一些黑色的痕迹，形状诡异，像是被高温灼烧后留下的印记。那是什么？一个男孩凑过去仔细看了看，微微皱起眉头。有点像人形，人形，哈哈，说不定是那些被烧死的人留下的呢。阿华语气轻佻的开玩笑，手电光晃动在墙面上，让那些痕迹似乎真的变成了一具具焦黑的躯壳。他的话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开来，显得格外刺耳。别乱说。若若忍不住低声喝了一句，但却紧紧靠近了嘉玲，
像是寻找某种安全感。笑声渐渐散去，空气重新被压抑的静谧填满。嘉玲站在原地，仰头看着大厅中央悬挂的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，吊灯早已腐朽，零碎的玻璃碎片在风中微微晃动，发出轻轻的碰撞声，仿佛随时会掉落下来洒在地上。走吧，上2楼看看。阿华挥了挥手，带头向楼梯走去。他的脚步在腐朽的木质台阶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仿佛整个楼梯都在挣扎着支撑他们的重量。上到2楼后，气氛变得更加诡异。这里比1楼更破败，地面上满是厚厚的灰尘，甚至有几处地板露出了底下的梁架。手电的光柱在昏暗中摇摆，墙壁上依稀可以看到焦黑的痕迹，像是某种未知的语言或符号。嘉玲的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，她隐约感到一丝不对劲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暗中注视着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轻柔的歌声从远处飘了过来，若有若无，像是从空气中渗透出来的低音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嘉玲停下脚步，低声问道。听到什么？阿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手电的光晃到他的脸上，反而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苍白。有歌声，嘉玲语气不自觉地带上一丝颤抖。他竖起耳朵想再确认，但那声音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别自己吓自己。阿华挥了挥手，可能是风吹过的声音吧，这地方破成这样，什么声音都有。嘉玲没有回答，他觉得那歌声太真实了，绝不像是风声能模拟出来的。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的情绪，低沉而婉，就像是某个孤独的灵魂在倾诉一段无人倾听的悲歌。嘉玲弱弱小声叫了他一声，拉了拉他的袖子。嘉玲点了点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抬脚继续向前走。可他每迈一步，心底那股不安的感觉就更加浓烈。他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歌声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是就在他的身后。他忍不住停下脚步，猛地转身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身后空荡荡的走廊，什么都没有。而就在这一刹那，那歌声再次戛然而止，周围安静的仿佛连他们的呼吸声都被吞噬了。昏暗的走廊里，几道手电筒的光柱摇晃着，将四周破败的墙壁和地板映衬得更加阴森。队伍里的一个男孩阿强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，举着镜头对着走廊尽头拍了一张照片。他边拍边笑着自言自语，要是真拍到点什么，这次探险就值了。你少吓人。弱弱瞪了他一眼，但语气里也透着紧张。别整这些无聊的事，咱们快点看完就走吧。阿强没理会，他低头看了看刚刚拍的照片，突然皱起了眉头，手指下意识地点了2下屏幕，将画面放大。原本只是一张空旷的走廊照片，但在画面右下角竟然隐约多出一个模糊的白色影子，影子轮廓清晰，像是一个穿着古典长裙的女人，正对着镜头微微倾着头，似乎在笑。我靠！阿强低声叫了一句，手指微微发抖。他将手机举到众人面前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别闹了。阿华皱起眉头，接过手机，仔细看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渐渐凝固。其他人凑过去，屏住呼吸盯着屏幕上的画面，空气变得异常沉重。可能是镜头反光吧。弱弱声音干巴巴的，但连他自己也听得出这话毫无说服力。气氛陷入短暂的僵局。嘉玲站在一旁，心跳加速，她甚至不敢凑近看那张照片。她不清楚是因为恐惧还是某种深埋的记忆在作祟，总觉得那模糊的影子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，仿佛它并不属于照片，而是真实的站在这栋建筑的某处，正在注视着他们。就在此时，嘉玲的脚踝突然感到一阵冰凉，像是一只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，又迅速地收回。她猛地低头，却只看到一滩水渍正从她的脚边缓缓蔓延开来，水珠顺着破裂的天花板滴落下来，滴答滴答的声音在死寂的空间里格外清晰。别开玩笑，
贾玲惊恐地退后一步，声音几乎是喊出来的。但当她抬头时，发现其他人都站在走廊另一头，没有一个人靠近她。你们听不到吗？贾玲大喊，但他们像是没听见她的声音一样，依然站在原地，盯着阿强手机上的照片窃窃私语。贾玲的脑袋嗡嗡作响，她觉得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，喘不过气了。她再次低头看脚边，那滩水渍已经消失了，就像从未存在过。她咽了咽口水，抬脚想要靠近其他人，却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，像是笼罩在一层薄雾中。等等我！贾玲慌乱地喊道，但她越是靠近，那薄雾越浓。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，形成一种诡异的节奏。她猛地停下，心跳如雷。转过身时，发现整个走廊安静的可怕，手电筒的光柱晃动着，映出了她自己的影子。但这影子旁边竟然还有另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微微倾着头，仿佛在静静地注视着她。贾玲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破败的旅馆里，手电筒的光柱晃动在四周，将空荡的走廊映照得更加诡异。她的呼吸急促，心跳在胸腔中重重地撞击着。其他人仿佛人间蒸发，整个空间只有她的脚步声在回响。就在这时，那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，不同于之前的若有若无，这次的歌声清晰得像是在耳边轻吟，是一种低沉安稳的旋律，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孤独和哀伤。嘉玲浑身一颤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歌声传来的方向迈去。她走过破裂的地板，经过焦黑的墙壁，最终停在一扇半掩着的房门前。门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她，她知道不该进去，但身体却违背了理智，轻轻推开了门。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墙上的壁纸已经剥落，露出焦黑的木梁。房间中央的地板塌陷了一部分，阳光从天花板的破洞中透下来，洒在地上几片烧焦的家具上。最显眼的是，房间角落里立着一面破碎的镜子，镜面满是裂纹，却依然模糊地映出房间的景象。嘉玲的目光被镜子吸引住了，她缓缓走过去，光线在镜面上反射出刺眼的亮光，但当她靠近时，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一个女人。女人穿着一件古典的长裙，头发垂落在肩膀上，看不清表情。嘉玲屏住呼吸，镜中的女人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注视，慢慢地抬起头，露出一张陌生却让人熟悉的脸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女人开口，声音低沉又飘渺，像是从镜子深处传来。嘉玲僵在原地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你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镜中的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一笑。下一秒，她的笑容突然扭曲，整个脸庞开始变形，皮肤像是被高温炙烤般迅速焦黑，裂开一道道血红的伤口。她的嘴张得不可思议地大，歌声瞬间变得尖锐刺耳，充满了痛苦和怨恨。离开这里，现在。嘉玲尖叫着转身想要逃跑，却发现房门已经关上了。她用力拍打门板，拼命拧着门把手，但无济于事。耳边的歌声越发刺耳，像是一把利刃划过脑海。她的脑袋突然剧烈的疼痛起来，零散的画面像是断片的电影镜头，飞快的闪过。她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模样，站在这间房间里，怯生生地看着角落。那时候房间里没有倒塌，没有破碎，窗外阳光明媚。他的父母却满脸慌张，拉着他的手迅速离开。父亲低声对母亲说，别再回来了，就当我们从没来过这里，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以前来过这里。嘉玲呢喃着，后退到墙边，紧贴着冰冷的墙面。镜子里的女人缓缓向前倾身，裂开了脸，仿佛要从镜子中探出。嘉玲猛地闭上眼，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模糊的片段，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火光中，朝着她伸出手，绝望地大喊着什么，但那个女人的脸却被她的记忆掩盖，看不清楚。你忘了，你忘了。镜中传来低沉的回响，像是责备。
又像是控诉。嘉玲的双手抱住头，痛苦地低喊：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歌声突然停止，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。他鼓起勇气睁开眼，却发现镜中的女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倒影。破碎的镜面静静地映照着他自己的身影，而背后隐约有一个白色的影子站着，微微倾着头，似乎在注视着他。嘉玲跌跌撞撞地冲出那间诡异的房间，手电筒的光柱在他剧烈晃动的手中摇摆，映出走廊两侧焦黑的墙壁。他的呼吸急促，耳边还回荡着那刺耳的歌声，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，似乎不止他一个人逃离，仿佛身后还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。出去，我一定要出去！他咬着牙，拼命地跑向楼梯，脚下的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像是随时会崩塌。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惊恐和绝望之上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离开这座地狱。当他冲出旅馆的大门时，冷风猛地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海腥味和潮湿的气息。夜空仍然被厚重的云层遮盖，只有微弱的月光从云缝中洒下。他弯下腰，大口喘息着，浑身被汗水浸透，手电筒跌落在地，光柱摇曳着映在草地上。嘉玲，你去哪了？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。嘉玲猛地抬起头，看见阿华和若若正站在车旁，带着疑惑的表情朝他走来。他们手里还拿着手电筒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解和调侃的笑意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们不是一直在旅馆里吗？刚才找不到你，还以为你开玩笑吓我们呢。阿华说道。你们刚才一直都在。嘉玲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，目光在他们身上来回扫视，试图确认他们是否真实。当然在啊。若若皱着眉头。你说走散了，可我们就在原地，连房间都没进去。你没事吧？没听到歌声？没有看到。嘉玲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她看到远处的旅馆，那栋在她记忆中破败不堪的废墟，此刻却像被一层奇异的光辉笼罩着。旅馆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，仿佛仍在营业，连外墙都显得焕然一新。这怎么可能？嘉玲喃喃自语，瞪大了眼睛盯着那栋楼。你在说什么？那不就是个废楼吗？灯光。阿华愣了一下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却只看到一片漆黑。嘉玲的嘴唇微微发抖，指尖也在颤抖。刚刚的经历清晰的像是一场真实的噩梦，而眼前这完好的旅馆与他记忆中的废墟重叠在一起，让他的脑海一片混乱。回到民宿后，他的朋友们很快恢复了兴致，互相打趣着白天的行程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而嘉玲却无法平静下来，她在深夜打开电脑，开始查阅关于旅馆的资料。一份关于火灾的记录吸引了她的注意。火灾当晚失踪的几名住客中，有一个名字让她的心猛地一沉，那是一个叫林月柔的女人。这个名字她并不陌生，小时候她母亲曾提起过这个名字，说是一位关系亲密的旧识，但后来他的母亲却再也没有谈及这个人。继续查阅下去，嘉玲发现林月柔正是当晚失踪的唯一住客，她的房间正是嘉玲在旅馆里遇到镜子的那间，而林月柔的尸体从未被找到，她的家属也没有再公开谈论过她的失踪。嘉玲感觉到背脊一阵发凉，她不禁开始怀疑，那个在镜子里出现的女人究竟是林月柔的亡魂，还是自己的潜意识在试图唤醒某些被遗忘的记忆。当年的火灾难道和他的家人有什么联系？他合上电脑，倚靠在椅子上，脑海中浮现出那女人在镜子里微笑的模样。那的微笑似怨恨，似释然，似乎带着某种未解的真相。旅馆的歌声是幻觉，还是一段深藏的记忆？嘉玲无法得出答案。她只知道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这段经历将永远萦绕在她的梦中，成为她无法摆脱的噩梦。而那座旅馆仍然在海风中静静伫立，等待着下一位归来的人。嘉玲回到城市的生活后，表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，
但内心却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着。他开始频繁地做噩梦，梦中的场景总是离不开那座旅馆，斑驳焦灰的墙壁，摇摇欲坠的水晶吊灯，以及那面破碎的镜子。镜中的影子一次次出现，有时是静静地注视着他，有时在火光中发出无声的呐喊。每次从梦中惊醒时，他都会满身冷汗，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巨石。白天的生活也受到了梦境的侵扰。嘉玲渐渐发现，这些梦并不是单纯的恐惧，而像是某种记忆的残片在一点点拼接，试图将他带回到一个被遗忘的真相中。他开始回想起一些小时候的片段，那些他刻意忽视或早已模糊的记忆。小时候的某一天，他的母亲曾对他讲过关于澎湖的一些事。那时他年幼，并不明白母亲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悲伤。母亲提到过一位朋友，一个叫林月柔的女人，说她温柔而美丽，对嘉玲也特别好。但她没来得及多问，母亲就草草结束了话题，从此不再提起。如今旅馆的经历让嘉玲重新审视这些碎片。林月柔、母亲、旅馆之间似乎隐藏着一条她从未察觉的隐秘线索，而自己似乎从小就与这段历史有某种宿命般的牵连。嘉玲试图与母亲谈论这件事，但每当她提起那个名字时，母亲的脸色都会骤然变得苍白。不要再问了，母亲颤抖着说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和你无关。但嘉玲知道，正是母亲的否认才让她更加确信，那晚在旅馆里见到的一切绝非偶然。那歌声，那镜中女人的微笑，还有她耳边反复回响的那句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些都像是命运在试图向他传递一个无法逃避的信息。他开始意识到，灵异事件或许不仅仅是外界的超自然现象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回响，是记忆与情感累积的结晶。当年的火灾，林月柔的失踪，以及他母亲的沉默，或许都是命运中错综复杂的一部分。旅馆不是一个单纯的废墟，而是一个见证者，一个承载着过去悲剧与秘密的地方。他以自己的方式提醒嘉玲，他无法躲避自己的过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嘉玲不再一味恐惧那些梦境，他意识到旅馆象征着他未解的家庭谜团，也象征着人类对记忆与命运的无力感。他害怕，但同时也隐隐感到，这些记忆最终会迫使他做出某种选择。面对真相，无论真相多可怕，他最终未能回到旅馆。即使想回，他也不知道是否会再找到那扇似乎只在特定时刻打开的门。但他明白，那座旅馆并未真正消失，它仍然伫立在他的梦里、记忆里，像是命运的一部分，与他的过去牢牢纠缠。故事以嘉玲再次醒来时的画面作结。窗外的清晨薄雾弥漫，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轻轻抚摸额头，似乎有一丝熟悉的旋律在脑海中回荡。他终于明白，记忆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灵异，而命运终究会让人面对它的重量。